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又创新高了，你的账户有没有跟着起飞呢？但注意，这里指数超买了，叠加财报季，本周想来波动不小，再次来到了重要压力位之下，这次会突破加速吗？HOD 短线盈利是反弹还是会继续新高？这里注意移动止盈点。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46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有关于指数的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市场方向已经出现了明确的一个向上。那么接下来我们是直接追涨，还是有其他更好的进场机会，以及什么情况下代表短线的风险要去规避和止盈的，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去讲到的。阿哲会通过缺口的交易和日内的撑压来讲解这一点。在了解了指数环境之后，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是关于个股解析，分别是特斯拉、Circle、英伟达，以及我们的 MD、HOD、Coin、CoreWeave、SMCI、奈飞、CLSK、NVO、甲骨文、UPST、CWAN、IREN、微软、MVX 以及 Meta 等以上个股的解析。那么第三部分呢，阿哲加了不少我们上期视频有同学留言要去看的一个标的，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那您会看到我们目录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阿哲一般解说完呢，时间会花得比较长。如果您不适应观看长视频，亦或者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去了解，那么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有一个按钮。点击之后呢，会看到本期视频当中所有内容的时间轴。那么点击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段落，那么可以快速的跳转。那么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那么通过市场前期的一个震荡内的一个反弹，而后突破大 K 线的高点，我们说运线上破可以看涨。那么结合市场整体的方向是做多的，所以我们近期是不是讲到了有关于英伟达以及 HOD 等标的的一些做多机会？那么像 HOD 呢，我们是提过比较多期，那么英伟达是上期视频我们才去讲到，那么这些个股我们本期视频依旧去跟踪，特别呢是 HOD 是吧，在指数出现强势的突破，那么它呢也展开了近期比较强势的反弹，那是否需要去获利兑现，也是我们本期要去讲到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运线上破之后，出现了2个缺口，所以对于一个前高强势的突破下，我们说这种突破的力度应该是大概率有效。那么市场当下就依旧保持一个高点抬高、低点抬高的一个节奏，也就是说当下的趋势呢，没有因为前期这根大阴线而产生趋势的破坏，依旧是一个上行趋势。但是因为缺口的产生，导致大部分的获利出现了。那么不管是散户投资者还是机构持仓，在近2天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现象，而这种情况下呢，是容易引发短线的这种获利的兑现或者说抛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缺口的交易。在我们周一的公开直播课程当中，阿哲是有讲过一次，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详尽，所以阿哲呢画了一幅图表。那么缺口交易呢，正常我们要先确定市场的一个趋势，以及你个股的趋势缺口交易不只是指数可以用个股也同样可以用。当市场处于上升趋势时，我们找买点和减仓点为主；当市场趋势为下降趋势时，我们找卖点以及做空点为主。而阿哲呢，对于缺口的定义没有那么复杂。如果是股价向上跳空就叫做上缺口；如果股价向下跳空，就叫做下缺口。上缺口有支撑，同样对股价有吸引力。那么价格走势一旦出现上缺口，又同时处于上升趋势当中呢，我们说这是可以构成一种强势的追涨买点。当然，这种买点一般仓位就不用给太多。而股价的缺口一旦产生，它有支撑和吸引。一旦价格出现回归，首次触及缺口的时候是要特别关注的，因为容易呢触发一些之前没有买进的人而再次的买入。这种情况下，缺口的支撑就会使市场出现止跌，而止跌确实能够启动阳出现，那么我们说可以去再次的买进，这种买点仓位可以放多一些。当然有时候支撑也不一定会完全的刚好能够撑得住，所以偶尔会出现有效的跌破，实体阴线直接回补。但是这种实体阴线回补之后能快速站回来，快速修复缺口的支撑，那么我们依旧能够看涨。那有2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卖出了，就是
缺口被完全实体阴线回补时呢，它本身就构成一种要减仓要卖出的信号。而市场呢在短期内不回到这个缺口之上，不构成这种买点的时候，一旦它由支撑转为压力，那么市场在这里滞涨，我们一样呢需要构成卖点。那以及在上升区当中出现向下的跳空缺口，那这同样呢构成一种相对的下跌卖出的一个信号。而当这种下缺口产生，并且无法被快速突破修复的时候，那么这种缺口就是压力有效，后续反弹一旦再去遇到再去回补，那么也是构成再次的卖点。所以这是一个缺口交易在上升趋势以及趋势刚反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些交易的买卖点信号。接下来我们以缺口交易来看一下目前的指数环境。当下呢，我们所看到就是指数的一个日线图表，纳指上有很多的缺口，蓝色的缺口呢是向上跳空，而粉色的缺口是向下跳空。我们会看到市场目前的一个缺口是以向上跳空的缺口为主，而后向下跳空的缺口基本上会在临近的2-3天之内快速的被回补。所以当前的市场呢，你会发现基本上产生的都是买点信号。你可以出现下跳缺口的时候进行减仓，而后缺口快速被回补站上时呢，重新的看涨。所以缺口产生下跳，那么就减仓，但快速短期2-3天内就能够站上恢复支撑，那么就是由压力转支撑，重新看涨。像包括这些点位都是再次的洗盘结束的买点。而如果市场出现上跳缺口，那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追涨买点，回踩不破，那么重新启动则为再次的加仓点。那么当下的市场出现了2个缺口，是吧？当然不止2个，因为前期呢有一些缺口也产生了，只是呢有一些被回补，有一些还没有回补。目前从短期来看，还没有被回补的缺口就是近期的这2个缺口，以及呢我们下方的这个缺口。所以这3个缺口将具备最强的一个支撑。它其中呢一旦再次被触及，会引发市场的一个买盘。像前期的这种缺口被触及的首次将是会有最强的支撑的反馈，买盘的涌现。而当市场首次触及，那么效果会更好。触及之后有长下影线，有止跌阳线一般呢可以作为再次的买点。而当这种缺口被触及一次，再次被触及时，它的支撑呢就会变差很多。当然这种支撑只要它不是被有效跌破的，你看阴线回踩破了位，第2天立马站回来，第3天不跌破，是吧？整体收盘价只有1天收在了缺口线之下，所以这个呢不是有效跌破后续确认再次的一个支撑有效回归上涨。那么像这个缺口也是上周出现的。这个缺口产生之后呢，回补，但是实体阴线没有去跌破它的缺口下沿，而是补了一下，立马止跌长下影，而后出现了一个阳线，再次出现启动缺口，再次的看涨。所以这是缺口交易时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些方向和内容。个股上同样可以这么去看。而我们目前所看的2个缺口没有被回补，没有被回踩，一旦市场对于缺口开始回踩，它表现出的是缺口的一个吸引力。而后同时要去出现的就是缺口里面将会产生一个支撑，会有人在这里呢去触发一个买单。而根据买单买盘的强弱，我们可以在日内甚至呢你保守一点，你可以在日线去寻找再次的启动买点。所以缺口产生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看涨的一个信号。而缺口被回补被填补的时候，一旦产生的支撑再次启动，也可以再次作为买入加上的一个信号。而反之，我们就知道目前的市场在日线上有一些风险信号要去注意，就是当市场出现一根阴线，把收盘价把缺口的下沿给补掉了，而后这个缺口如果不能被快速的站回，而是出现了一个压力的表现，那么这就是一个减仓点卖点。而假如它是以下跳缺口来回补缺口，那么直接构成减仓点，反弹时候不能快速站上，再次应该构成减仓点。所以缺口的一个回补以及缺口的支撑，可以表现出多空之间的一个博弈的现象。我们通过这个缺口，通过最新的缺口，就可以去制定一些短线上的一个交易的策略，包括个股上也是同样如此。指数出现很多缺口，那么个股肯定大部分情况下也会有缺口。如果目前你的个股没有缺口，没有向上跳空缺口，那么说明它是有点弱势的，比指数要差一些。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缺口在市场当中的一个交易的方式，那么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是新同学还未点击订阅阿哲频道，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订阅，并且点击小铃铛，未来的每期视频都不会错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下一部分，我们讲一下有关于日内的撑压。缺口交易呢，更多我们可能去看到日线上，那么日内我们在短线上具体的支撑和压力位是哪些呢？阿哲依旧会讲到。
每期的视频都会讲到这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呢是阿哲特别去重点去重视的。后续的个股交易当中也会去讲到每只个股短线的支撑和压力位。那我们看到目前的这张图表，在图表的左侧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那么阿哲呢每天也会把这些关键点位写在盘前广播当中。这是我们10月27号阿哲盘前所写到的一个美股盘前的解析。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观众，那么阿哲这一个盘前广播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粉丝订阅福利。您只要是新订阅同学，那么至少会有1个月的时间能够免费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信息。那么希望这对于刚刚订阅的同学，对您的短线交易能够有一些帮助。那么在这一份盘前广播当中，阿哲是每天更新，那么写到的信息呢，一般就是我们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分析，以及个股短线和波段上一些部分标的阿哲选择出来的一些跟踪的方式。除了有部分个股可能会稍有替换但大部分呢就是这些股票阿哲呢在短线上在波段上会每天去进行更新一些观点，以及一些重要的支撑和压力点位。那么第3部分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关于个股和指数的重要撑压位，阿哲正常会给到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这3只股票的一些支撑和压力位。那么怎么用到这个点位呢？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每天盘后这个收盘价格，以及阿哲呢盘前所给到的这个支撑和压力点位就可以了。如果收盘价格在这个高点压力位之上，那么说明它的一个多方是强势的，突破了日内的压力。那么阿哲一般会把这根 K 线底下标记为绿灯 K 线。反之，如果收盘价跌破低点支撑，说明空方强势，跌破日内关键的价格，那么阿哲会把 K 线底下标记为红灯 K 线。那么你就会得到右侧的这个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那么绿灯 K 线就说明压力突破，短线看涨。那么红灯 K 线就说明支撑被跌破，那么说明空方转强，要小心获利落袋。所以正常来讲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个红灯，一般我们是要尽可能以卖出为主，不能随意的太积极的去做多。只有转为绿灯，保持绿灯的行情，我们才短线上能够相对看涨市场。而转为红灯则要注意了再次的获利兑现。所以绿灯的行情我们就相对能够比较安全的去把握这种上涨。当转为红绿灯转换时，就说明市场在震荡。而在近期的视频当中，我们是不是讲到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而这一天是一个绿灯？所以当市场由红灯后快速转绿灯，那么它只要后续不转为红灯，我们就保持看涨。而这个红灯 K 线就说明它是有砸盘的现象。比较傻瓜式的操作就是出现红灯时我们减仓，出现绿灯时呢重新看涨。它偶尔遇到震荡行情可能会钝化，可能呢有失恋的状态，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短线的走势下，它只要出现方向性的选择，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去跟进。这也是阿哲每期视频去观察红绿灯的一个原因。近期因为这个绿灯是吧，我们持续的出现绿灯，持续看涨，结合缺口交易，每一个绿灯是不是都能够构成一次买进，或者说相对的持股待涨的状态。所以当下市场除了关注缺口回补之外，你也可以看一下会不会出现绿灯后快速转红灯的状态。那么一旦出现，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短线风险提前的警示状态。那么这种时候开始不能太积极的做多，而开始要做获利兑现，开始卖出了结的行为。那我们看一下有关于当下依旧呢保持绿灯3天绿灯，3天的加速上涨。而我们在目前的关键点位，今天预测的低点支撑是23,565.71和预测的高点压力23,730.41，这2个价位我们可以作为红绿灯产生的一个判断依据。如果收盘价今天收盘在这个低点支撑之下，就会产生红灯，那么构成减仓的信号。它不一定非要等到它缺口回补后才作为减仓，而在回补缺口的过程当中出现再次的红灯转绿灯，我们再作为买点，也是可以这么去配合的。而除此之外，只要保持在2个价位之中收盘，亦或者是高点之上收盘，那么就是维持绿灯看涨的一个状态，短线依旧没有风险产生，依旧看涨。那么红灯不出现，我们就正常依旧看涨美股指数的短线行情。那么对于这个点位的判定，阿哲呢是每天都会写在盘前的广播当中，并且在本期视频的后续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把这个点位给到各位。短线的跟踪，阿哲一般是比较专注于观察这一个红绿灯的表现的。那如果您是今天刚看到阿哲视频新订阅同学，那么可能还不知道如何能够去领取到这个每天的美股盘前解析，那阿哲呢简单教一下大家。那么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的评论区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
在那里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你找到助教啊，那基本上您跟他说你要盘前广播，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你也可以给他发送一个口令啊，就是盘前2个字啊发给他，那么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解锁这一个粉丝福利。当然，如果您嫌麻烦，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弹出的小卡片，点击卡片也可以快速找到助教老师。这里阿哲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粉丝订阅福利啊，不止一种，它其实有2重福利。第一重呢，就是我们的盘前解析。那么您只要订阅阿哲，找到助教啊，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盘前广播信息。而后第2重福利，那这一重福利呢，是阿哲对于您真的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啊去学习，能够去进步，并且您有时间能够去收听一些课程的同学，那么阿哲提供一些更进阶的知识的一些内部直播服务。这些课程的内容对于非订阅粉丝同学啊是不公开去进行教学的。所以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啊，您要注意是有2重福利，大家可以去领取。第1重福利呢是文字信息啊，每个同学应该都有时间能够看一下。而第2重福利呢，主要针对于您相对时间比较充裕，有这个毅力啊，有这种信心，能够去学会知识点啊，有时间能够去复习啊，去掌握一些内容的同学。像我们本周的课表，大家可以看一下。本周呢，我们会讲一下有关交易训练营小白成长之路，我们会从一个比较简单的起点去开始去教学一些技术分析的方式。像今天我们有讲到 K 线的形态炼金术啊，由阿哲团队的Jacky老师为大家去分享。而明天呢，会有阿哲讲到九转趋势的模型图，而后在后续2节也会讲到指标的移动以及周期的共振啊，一些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的方案。这些课程都是以直播加回放的方式来进行分享的。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啊，您是订阅粉的观众，那不要忘记找到助教老师之后，除了盘前广播您可以领取之外，也可以报名参与我们每天香港时间早上10点的直播课程。如果有时差问题，也记得在课后啊领取我们的回放进行学习。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2部分。那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指数的缺口交易分析，以及呢日内的撑压点位。只要市场保持绿灯，保持缺口支撑有效，那么目前的一个走势虽然超买，但不代表不能够产生机会，也不代表它一定会下跌。所以只要缺口表现良好，而后日内撑压未转为红灯，那么当下市场短线依旧看涨。只是呢，在个股上可能会有一些异动，因为目前的市场有一些财报将要发布，那么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多的一些个股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在技术面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关注。所以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目前特斯拉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压力，这压力呢曾经打到过，而后出现了目前的震荡行情。那么在昨天又再次触及，那么这个压力位就是462.21。这个压力位是哪里来的？那么其实阿哲呢也教大家算过，其实就是前期这个高点和这个低点它们的空间往上投射1倍，是你用那些百分比的测试啊，基本上测1倍的空间就会得到462.21这个价位。那么这个价位它其实就是这个区间它的收敛状态下最大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说过收敛的三角形状态啊，一旦被突破，它的第一个目标位啊，一般来讲就是这一个空间内啊最大的一个投射的1倍范围，那么刚好就是462.21。这一波加速呢，也是到这个地方受到的阻力，而后出现高开低走的阴线，产生了放量的下跌调整。这种调整我们曾经说过啊，如果它真的要走一个5浪上涨，是吧？那么前面这里为1浪，这里呢为2浪，那么这里是3浪，那么后续的调整则为4浪。只是目前阿哲还无法判定它目前是不是真的在走4浪调整，因为如果是的话，这个力度是还不够的。我们说过的是2浪，它走的是时间，以时间的方式去收敛、去调整，而后走出3浪的上涨。那么4浪的话，应该是反过来的，或大概率啊，就绝大概率应该是反过来的。它应该走的是空间。那如果是走空间的话，它这个地方的力度还不够啊，远远不够。它应该有明显的向下的这种下跌行为，阴线再是下跌砸盘，才会产生我们所想要的那种4浪的氛围。所以要么特斯拉呢还差那么一些下跌 K 线的产生，要么就是这里还没有进行到4浪的调整当中，这里还在3浪的挺进过程，还在寻找3浪高点。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确认的 K 线啊，去供我们去发现。首先第一个啊，当时我们说为什么这里容易产生4浪高点调整呢？就是因为目标位到了。好，目标位到了之后，它没有出现明确的单边的下跌，那么这里就有可能它不是目标位，或者说它只是第一目标位，还不是最终目标位。那么我们就需要有那么一根明确的放量的阳线啊，最好是放量，能够突破462.21站上去有效，而后我们去看到1.5倍空间，甚至是2倍空间啊，去看到新高。这个时候我们说啊，它可以去继续看3浪的高点啊，还在推进啊，还没有进入到4浪回调。
而另外一种就是462.21还是一个有效的压力支撑，它目前是2次的进行一个进攻进行一个双顶结构，那么再开始适浪调整。那么这两个动作必然会伴随的就是这个区间的一个放量突破，亦或者是再次收阴跌破的一个现象。所以当前这个区间内呢，我们作为波段投资者，不要随便的再去放太多仓位，往上走，越是在这里遇到压力，波段投资者应该减仓为主。而短线目前虽然看涨，但是空间因为临近压力，所以这个地方也不能随意的去乱动，最好等待明确启动阳线再去推断，目标还未到，然后继续的波段加仓再看涨。在这种阳线产生之前上涨有滞涨，以减仓为主。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资金和动能，我们看到短线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特斯拉虽然昨天又出现了明确的一个阳线上涨，但其实它是没有缺口的，所以最近的指数环境来讲，它其实还不算是特别的一个强势，因为指数连续的创新高有缺口，而且是2个缺口，它一个都没有。那么再加上这个紫色飘带由宽走细，整体在震荡，目前它依旧没有补涨，没有启动，所以整体来讲，它肯定在短线上是弱于指数。目前保持绿灯，所以短线是看涨，但是上方有压力比较靠近，这是波段的一个风险。如果在波段压力462附近再次出现收红灯，亦或者是跌破飘带，飘带目前的波段支撑是在436.416附近。如果转红灯跌破飘带，那么这个地方就确认压力位依旧有效，那么小心市场依旧要寻找的是一个适浪维持的一个调整。前方呢有一个缺口的支撑，这作为我们目前往下跌的时候首个支撑位这个要关注一下，是否会直接跌穿，还是在这里有止跌去找到绿灯买点。所以我们要去关注这些短线的点位。目前看一下红绿灯低点的一个支撑445.55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467.025关注这两个数值。当下短线依旧绿灯，那么就依旧看涨，但是看涨不建议去太多的加仓位因为整体空间没有打开之前，它的范围相对有限短线呢也就还好，只是对于波段来讲，它的压力位比较靠近。接下来我们再看到Circle的行情走势也处于一个震荡行情当中，我们前面是吧标记了3根强势的启动阳线。像这种明显的震荡后启动阳线，我们就要去关注一下它的开盘价附近是有强力的支撑的。这种行情，这种 K 线一旦被跌破，其实就形同缺口被回补和跌破效果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像前面这种一个大阳线启动阳线，它的开盘价附近直接被跌破，而且还是一个下跳缺口，那这种是不是构成双重的卖出的确定？后续反弹是吧也不能够去补掉。那像前面这一个也是震荡之后再次启动，所以它的开盘价附近是不是也是重要支撑？而价格这里有反弹，但反弹力度不够高开低走再次的破位，所以之前的很多有效的支撑它反应要么是弱，要么是跌破，那么后续呢就会由支撑转为压力。而当下的 Circle 是在相对最后一根震荡后启动的阳线开盘价附近出现了止跌，而后有低点不创新低的动作，高点开始有创新高的动作，所以当下的结构有可能会反转，这也是我们开始再次的关注 Circle 的一个原因。那么目前的情况就是下方有一个支撑还未被跌破，并且确认还是有效的，上方是曾经呢被跌破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位它目前是2次确认一下，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之后是往上涨上去，那么就会打开空间，至少要去测试下一个这个压力。如果这里还是不能够打破左高，而是往下破左低，那么这里要注意了，空间就很容易打开。所以当下的 Circle 要关注它是往哪个走势去走。不过它因为底下有支撑，所以靠近支撑附近有止跌现象，我们还是以短线买入看涨。而在上方压力附近你可以做减仓，也可以去博弈波段后续的走势向上这个呢还是 OK 的，整体的风险还是可控的。波段来讲，性价比还是有这个盈亏比还是 OK 的。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短线方面。在近期的行情走势下，我们短线是不是根据蓝 K 的一个出现和突破其实有做了2次，还是都不错的，都有出现短线不错的上涨，只是上方的那个压力位当下呢还没有那么容易去突破。飘带呢它是一个低位的黄带，而后突破的时候它是没有产生任何的一个压力的状况，回踩反而有支撑，所以目前的 Circle 它的一个趋势还是以紫带为主，黄色带只是一个意外只是一个噪音，目前没有压力，那么这种黄色带呢就依旧是支撑。那么黄带的上沿在 138.389， 那么这里呢股价回踩了一下有支撑，并且绿灯保持是吧，我们就依旧看涨。转为红灯，那么可以作为减仓。
或者说跌破飘带作为波段的离场啊，略微可以去做一个止盈。目前都没有，我们就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140.695，高点的压力呢是150.035，关注这两个数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在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最近呢是出现了一个左高震荡趋势的突破，第一次突破啊没有站稳，而是跌落。那跌落之后呢也没有有效跌落，因为跌破之后的2根 K 线就止跌了，然后再次的突破，并且突破的时候呢是2个缺口。所以当下的一个英伟达虽然没有跟指数那样子有新高啊，但是它也是在一个震荡内出现了2个向上跳空缺口，所以这种缺口呢也当做支撑来看。那么目前短线肯定是比特斯拉要强势的。在之前我们说过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买点，是吧？有红灯转绿灯的一个买点，后续呢就是绿灯产生，缺口出现，那么作为加仓信号。那当下就是看一下，左边目前大阴线的一个影线区间肯定是有一个压力的。那么这个压力在触及时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抛压？这是我们要去小心的。它如果出现由绿灯转红灯，或出现缺口的回踩、阴线破位，这些呢才作为风险信号。否则在这里是震荡还是试探，那么都作为依旧的看涨信号。接下来我们看到短线它的关键点位，从目前 NVDA 的一个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它是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呢代表一个波段啊，进入到了一个超买的地方。像目前的指数，其实最新的 K 线也是黄色 K 线。一般进入黄色 K 线呢，就不太建议大家去盲目的加仓去买进了，因为黄 K 代表风险。黄 K 产生时，后续再买，你买到高点的概率呢是会比平时增大许多，因为它代表一个短线的超买的阶段。而同时，黄 K 的高点为压力，低点为支撑。如果黄 K 的低点被跌破，那么一般意味着市场要调整了。调整的空间，第一个就是飘带，飘带的上沿当前呢是在184.526，而市场当下是连续的放量上攻，所以这里如果出现调整也正常，但缺口不要被跌破啊，那么整体还是没有太多的风险。甚至呢可能会给到再次的一个进场机会。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189.961，高点的压力是193.529，关注这两个数值。首先看一下会不会有红灯，有红灯有黄 K 做减仓，跌破黄 K 低点，那么可以再次作为一个获利的离场信号。等到回调之后，看缺口支撑还是飘带支撑再做买进。而如果没有出现跌破行为，只是红灯的话，或者说连红灯都没有的话，那就维持看涨即可。那么以上呢就是特斯拉、Circle 和英伟达的解析。那么下一部分我们将讲到我们许多同学所留言的标的。那第一只股票呢，我们看到 AMD 的一个走势就是一个紫色飘带上的波段的一个运行。那么整体在震荡之后，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加速行为。那加速过程当中呢是一个缺口，那么昨天呢是没有缺口相对呢被回补了一下，所以英伟达的短线还是更强一点。它的话呢相对开始慢慢的在走弱但是缺口呢其实只是回补之后有支撑，所以整体还好，短线呢还算是比大部分的股票还是强的，还是在新高过程当中依旧呢是紫带加绿 K。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波段看涨，短线看涨。那波段的一个上沿离得不远，所以它的乖离其实不大所以它目前是没有出现超买现象。我们看到上沿是231.426，而价格走势它出现了3根阳线，从3个小点的结构，我们可以以这根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但其实防不防都差不多因为这里只是短线的防守正常波段来讲，它不破飘在上沿之前，整体就是合理的一个回调。你也可以用缺口做一个支撑，因为缺口和飘带离得比较靠近这里的支撑应该会比较强的。短线来讲，如果回调，它正常是不会击穿这个缺口和飘带的一个支撑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54.735，高点的压力是265.355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整体来讲，以波段去持股看涨 AMD 就行。那短线来讲呢，如果你去买，就有点偏追了。那么这个地方不建议短线再进场，因为指数目前超买，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持股待涨以及趋势支撑下后续的回调买点。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OOD 市场在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之后，构成一个买入信号，同时也是蓝 K 的突破。这一个买进是前期的砸盘之后的再次启动，这种砸盘之后出现的买点虽然是好的，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些波段的低点，但是在往上走的时候，毕竟它前面跌的比较强，后面上行它要再新高，它的难度就会变大一点。一旦市场在左侧遇到高点的压力，那么不能新高，是不是趋势就容易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是比较期待它能够快一点
去新高，那么趋势就没有问题。后续转蓝飘带之后，我们转为一个波段的买进去回调看涨就行。所以当下只是一个反弹，就先看反弹。目前进入到了一个黄带，它的一个黄带还没有产生压力，市场出现黄 K， 说明它有一个滞涨的风险整体来讲短线有盈利。如果出现回踩的时候跌破了缺口，跌破了黄 K 的低点，那么可以作为减仓当然整体不跌破黄带之前风险就不大。黄带的一个下沿目前是 137.843这个作为一个波段的支撑。而如果纯粹以短线交易来讲就是如果你是前面短线买进了，目前走到这里不想要以波段来看，那么你可以看一下30分钟。30分钟呢，市场也是一个紫色飘带走了一个波段。那么这种波段下呢，有很明显的一些关键的阳线在这种位置出现，一根阳线拉升之后是震荡，阳线拉升后震荡，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以前面这个黄 K， 也就是昨天开盘第一根 K 线它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出现了这种下破跌破，那么这种地方呢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的止盈，但只是部分止盈。后续可以看到170的位置是否能够构成一个支撑，因为当前呢是170突破有效，那么它后续是有可能要去回踩一下170的，所以这个地方只要170呢30分钟内不有效跌破之前，整体风险就还不大，还是可以看它的一个趋势的反转的。而如果30分钟保持趋势反转，那么前高就是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短线预测值，低点支撑 144.52， 高点的压力是 150.54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呢也是在飘带附近没有出现什么压力，直接呢就越过飘带了，并且它也是有缺口产生，所以它的整体力度短线还可以。前方呢是运线出现了上破，而后把飘带也破了，所以飘带目前的支撑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下沿是 348.003， 这里只要不跌阴线破位那么整体飘带的一个压力就还没有被体现，就依旧还可以看趋势的一个上行。但这里的 Coin 呢还是要相对小心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前面大幅下跌之后反弹然后每次的调整都有点深，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心它整体是一个反弹。如果整体是反弹，这里就有点危险，市场呢出现了一个两个地方的反弹，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注意一点的，有所要小心，就怕是出现一个反转结构，那么是一个下跌的踪迹，那么整体那么它就可能后续趋势波段来看方向不太好，短线目前还没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它尽可能我们这一波要继续新高，如果这一波不能新高，它的结构就很不好看，是吧？前面这里蓝 K 突破新高很快，这里蓝 K 突破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快点能够新高。左边这根大量的阴线下跌下来之后市场这里是不是 X 的高点有个压力看一下能不能尽快的涨上去。看好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359.365， 而高点的压力是 375.31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re位是不是也是前期一波比较明显的下跌？这种下跌呢是很容易破坏趋势的，飘带转为黄带，市场呢目前还不能脱离反弹的结构，跟前期的其实股票其实处于相同的境地，它最好要尽快的反弹去上攻。它也是处于一个长时间下跌之后的反弹过程，左边有一个黄 K 的压力是目前还是形成的压力，它没有破，所以这种黄 K 的地方不要随便买，特别是反弹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去追黄 K， 这个地方目前依旧还是有压力，而市场它在下跌破位之后有超跌反弹以及砸盘的绝处逢生买点，目前构成买点买进之后整体要关注是否能够去新高，如果反弹在某些位置出现了相对滞涨的现象，就要小心它是一个反弹高点。目前看到飘带附近它的一个下沿是 132.884， 这个地方只要不是一根实体阴线破掉飘带转为红灯，它的风险其实就还不大，整体还能往上看，所以小心那种阴线的产生。看好预测值，低点支撑 134.33， 高点压力是 138.66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 最近也是破了飘带，然后临近170，是吧？前期上涨很强势，但是黄 K 的时候出现跌破，还是要小心的。股价出现下跌的过程当中呢，也出现过蓝 K， 但是没有有效突破，实体阳没产生，然后继续下跌。这波下跌时，它出现了2天破位飘带，所以有绝处逢生，然后转绿灯
所以这是一个看涨点，它是一个止线的突破，母线还未突破，所以下一根 K 线等待母线高点突破，作为再次的加仓，回到飘带之上啊，那么会更好。飘带的一个价格不能产生压力，否则就比较麻烦。这里的飘带下沿是 52.456 啊，尽可能直接站上，不要有任何的阻力。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50.645， 高点的压力是 52.5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奈飞，那么奈飞的一个整体价格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量能下跌，是吧？暴跌放量，而且量呢很大啊，基本是接到了一个天量了。所以这种地方它肯定出现了很多的割肉啊，它的一个恐慌盘，在恐慌盘之后，市场呢延续下跌，这种下跌呢可以算是一种惯性的一种下跌，所以整体的市场在这里是容易出现波段的低点的。这种波段的一个低点的产生，就是因为市场的一个大幅的放量暴跌，把很多资金在一个上升趋势当中是吧杀出来了，因为它整体的170还是向上的。所以奈飞的整体的大趋势是 OK 的，大趋势 OK， 临近170附近的破位行为都是要关注的。你看前期这种位置，是吧？它这个地方其实也是170走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幅的爆量啊，就是170附近关注一下，它很容易出现这种阶段爆量之后呢，出现这种止跌的现象，包括这些位置，是吧？所以170界定了趋势的上行，而170它附近的空间就要关注它这种爆量之后的止跌行为。所以奈飞整体来讲还是 OK 的，位置还是安全的，因为170它整体还是向上的嘛。每次回到170要关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蓝 K 产生了，所以如果是白 K 会更好啊。蓝 K 的话呢就相对普通一点，所以蓝 K 出现等待仿包，仿包最好是放量的阳线，然后去做一笔分仓交易，因为它整体位置够低，所以你不着急直接按短线去买进，那么可以按波段的角度去买入一笔，但是这里要等止跌才行。当前还是在惯性下跌，你也不知道这个惯性下跌它会跌多久，所以不能直接买，等待明确的阳线买。如果更想安全一点，就等一个强势底分型，或者说等一个分型的压力位突破会更好。当下就是关注的一个区间不能够随便的去先买进因为还在阴跌当中。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 1083.44， 高点压力是 1098.42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CLSK 这个股票很标准的一种趋势结构。之前呢，是不是也是回踩到了170以及和飘带共振粘合，产生了新一轮的波段，很漂亮的一波走势好，这是我们同学的个股。那么当时阿珍呢是没有及时选出来，后续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当时我们就讲了阿斯麦等一众标的也是差不多是这种结构出来的，就是共振，那么就说明170附近加飘带。那么中期、短期、长期都属于低位，而后容易产生这种再次的顺势行情。这种波段呢是比较好去找和去把握的。当下呢是波段之中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回调，正常回调呢是调到飘带之上。那么这种下跌破位还有蓝 K 的，一般就是比较升幅调整，很多时候是砸盘。那这种情况下有仿包，那么就构成买点。好，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是正常顺势买点，目标至少是新高。所以当前买进点有了，而后目标位是新高，所以整体止损的是蓝 K， 这就是一笔简单的顺势交易策略。而我们小心蓝 K 跌破之前都顺势看涨即可。那么像这种趋势飘在附近的价格，哪怕有红灯它只要不破你的买点的蓝 K 低点止损，那正常也应该是持股为主。但是红灯点位呢，我们来看一下，低点支撑 19.89， 高点压力是 20.77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NVO 诺和诺德，这种个股就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下行趋势当中170向下，波段大部分情况下也是黄色的，这种行情这种股票做多就小心，尽可能只是以反弹为主。那你会发现的是，一旦是这种下行趋势的行情，它的黄 K 在加速跳空时出现就要特别小心了。所以黄 K 产生的时候就不要乱去买。就如果是上升行情的还好，你买了之后可能调一调还能涨，但如果是下降趋势，你买到黄 K 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回到你的仓位上了。所以价格走势当下就是下跌趋势，它呢不作为做多的选择这只能这么去说。然后当下也是个黄飘带，所以长期、中期都不太好。这里哪怕你说要买多，最多就做超低反弹，但当下也是红灯，所以整体呢不作为做多标的吧，它的难度很多，它的难度会比较大。做多的话，低点的支撑是52.477，
高点的压力呢是53.058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一旦出现绿灯，可买可不买啊，因为它不作为好的一个买点，毕竟是逆势的做多点啊，你更多的可以找反弹之后啊看空的一个方向。那目前这里呢就一般般。而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呢是甲骨文，甲骨文就基本上属于走弱了，它的飘带是吧，已经是出现了连续的破位啊，而后在这种位置出现了连续震荡，所以你至少要等一个动作，就是股价往上走，飘带呢由黄转紫，而后回踩有支撑，找回踩的买点。这种结构出现之前呢，我们就尽可能啊，你不要去波段看涨，因为是黄带，反弹的时候又走得不强，这种情况下，飘带附近还有一个红灯，所以这个地方呢，按照正常趋势来讲，它应该是继续破低点，然后转空，是吧？转飘带，这种才是趋势的一个正常推进。所以我既然是这么去推进的，那我肯定不能去做多吧？啊，所以除非在走出向上破而后回踩有支撑之前，我就尽可能啊，这个多头的仓位不要放在甲骨文上太多。好，而后蓝 K 长升目前没有买点，它没有突破蓝 K 的高点长升实体阳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不构成买点，除非有一根实体阳线绿灯长升突破蓝 K 高点，那么可以尝试短线看涨。我们目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77.010，高点压力是284.2，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UPST 啊，它呢也是一样的，170刚跌破不久，而后是属于有效跌破。那飘带呢还是一个黄色带，所以它属于中期、短期啊，这个长期啊都算是偏空的，只是说这个短期呢有个蓝 K 的突破，只是这个短期呢有一个超跌反弹，因为是白 K 的突破嘛，所以反弹空间呢我们就看到飘带附近170附近，170当下在58.036，而飘带呢当前已经构成压力了。飘带的上沿呢它是一个51.038啊，目前还没有突破。这种股票也是不作为做多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因为它的难度会比很多顺势标的会大很多，所以没有必要呢去找这类个股去投入太多的做多仓位。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52.495，高点的压力是54.745。好，那么这里呢去跟踪一下，它是否能够保持在黄带之内啊，不跌破，那么等待转为紫色带，是吧？我们再去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走出反转。当下呢就还没有，趋势行情没有反转之前，一切的上涨我们以反弹来对待。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WAN， 那么这只标的是刚刚突破了我们的一个黄色带，我们说黄色带长升时，而后170往下时，它是不是一个不太作为做多的主要的方向？就因为它很多时候容易出现的都是反弹，它没有那么容易反转，就偶尔你看到它出现了啊低点啊在抬高，高点好像还能抬高，但是它也很难反转，是吧？这一波下跌把蓝 K 跌破了，是吧？蓝 K 突破有一波买点是 OK 的，但是你发现你不卖的话，后续它是不是又破低点？这就是下降趋势一个节奏嘛，主节奏。好，它偶尔会有紫色飘带，偶尔会有紫色飘带，但它就是没有什么支撑，就无法产生有效支撑，无法去产生有效的新高，所以后续呢黄飘带下就依旧保持空方的节奏。目前这里是不是也转为紫飘带？回踩支撑反弹不创新高，就还破低点，就依旧没有什么反转。就飘带它有时候紫色不代表就一定会反转，所以你要去测试黄色带目前是不是依旧是新低啊？反弹一下，如果这个飘带依旧没有支撑，是不是依旧还是容易新低？所以170向下，整体飘带也是向下的。这种情况下，不要随便去猜测哪里反转，你要明确一点，就等待一个确实有效支撑而强势的上攻。你可以在这种位置去买，买了之后去预判它能够反转，然后跌破飘带你就止损，是吧？用小盈亏比去搏后续的反转利润。但你不要说你就把所有仓位都来做这种个股，那你的成功率肯定是不高的。所以当下就最好等回踩飘带啊，有机会去找买点。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向上的时候，去穿过飘带时买进啊，很容易遇到回调，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构成那种追涨的买进啊，特别是这种下降过程当中。当然你是可以去搏它的超跌反弹的，因为离170比较远嘛。但你的超跌反弹买点也不应该是追着去买。好，我们看到飘带的上沿，目前飘带上沿是在18.454，而后预测值呢，低点支撑是18.998。高点的压力是19.33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IREN 啊，这个股呢，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CLSK 有点像啊，
但是它是一个长时间就保持于上行的过程当中。而后回踩有蓝 K 是不是上升趋势，我们就不看它轻易的反转。趋势理论呢，整体来讲上涨下跌都一样，只要趋势整体上行，就不轻易看市场的反转高点产生。而后它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也有蓝 K 啊，也是略微破位，哪怕有时候转黄带又怎么样呢？上涨依旧突破，股价回调依旧是支撑，是吧？蓝 K 突破作为买点，目前也是蓝 K 突破作为买点，是吧？价格走势不跌破蓝 K 之前，那么这笔交易呢就依旧看新高，是吧？整体来讲就是波段上行时的一个加仓点啊，是以蓝 K 低点48.2作为防守位，而飘带上沿最好也能够维持不跌破，因为它走上去了嘛，所以整体看涨还是 OK 的。低点的支撑是63.03，高点压力是66.9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啊，微软呢，它最近产生了上涨跳空，而且破了左边高点，但是是一个黄 K 啊，它整体的170呢也是向上的啊，所以趋势没有太多问题。出现了170向上过程当中，它的一个黄色带转为紫色带，紫色带呢是不是有支撑？它呢是回踩是有支撑的，回踩是有支撑不跌破的，是吧？低点在抬高的，所以这个地方它肯定也是看涨的。但是这个看涨不代表它是买点，因为它是黄 K， 并且是左高突破之后的黄 K， 所以它容易去回填缺口和测试飘带，这个地方不作为买点。一般买入的信号，我们都是找回调飘带附近的买入点，然后中途飘带涨上的时候可以去看加仓点，但是它左高突破之后，一般就不作为买点了，因为左高突破之后啊，如果行情弱势的话，其实就容易遇到高点。所以左高突破一般不作为趋势的主要买点，回调才作为主要买点。目前黄 K 注意回补跌破转红灯，它就要调了。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530.265，高点的压力是535.83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呢，我们再看到 MVX 它还没有买点，所以呢，它比指数整体环境是偏弱的。不过它前面走了一波，在170啊和这个飘带粘合下的一波加速上涨，而且有大量出现，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作是一个反转的一波推动，这个推动是比较强势的，所以当下结构可以说是一波长时间下跌后极大概率的反转可能，因为它的量能特别的大。不过这个股票呢是一个极小盘的个股吧，它只有1.74啊，这个价格是比较低的，所以这种股票呢流动性应该不强啊。就比较容易可能遇到控盘，所以风险性比较大，一般不建议去操这种个股。但是从技术面来看还是不错的。股价跌破，目前是破了第一根，我们说破第一根后第二根为变盘点，蓝 K 有，等蓝 K 消失突破买进，但风险很大，这种股票只能小仓位去玩啊，止跌。那么低点支撑是1.535，高点压力是1.865啊。如果不是有订阅同学留言，那阿哲基本上也不会把它放到视频里面的。这种个股啊，被操盘的可能性会大很多。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下只个股呢，我们看到 Meta 的话，它最近的走势就是突破飘带，之前飘带呢是有压力，但是压力之后回踩2次没有跌破低点，所以没有形成一个标准的下降的结构，而是在这种地方呢直接产生了一个类似反转的地方，后续突破飘带就没有压力了。目前是由黄转为紫，那么这个地方就要往下看，它后续走为支撑后的2次买点会好一点。这里呢依旧是黄 K 跳空出现，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构成后续的追强点，它有风险。那么我们要关注的是后续回踩时转飘带紫色后的回踩买点。好，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749.415，高点的压力是757.155，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10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如果您还未订阅阿哲，那么记得在视频结束的末尾点击订阅，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